嗨，我最近入手了 Sony 的高阶 ZV-E1 Vlog 相机。那在 YouTube 上面关于 ZV-E1 的开箱影片已经非常多了，可是关于这台相机所遇到的过热的问题，该怎么样解决过热的问题，以及有哪些轻便的镜头可以搭配，然后如果你想要真正长时间直播不要热档的解决方案，到底该怎么样做，还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影片来说明。所以这支影片会带你了解 ZV-E1 的实际的解决方案，以及和 Sony A7S3 的实际比较，可以当做你购买决策的参考。嗨，我是安琪兰的兰斯。如果你对 AI 科技以及日常生活 Vlog 有兴趣，建议按赞、订阅、分享哦。Sony 在2023年的3月29号正式推出了 ZV-E1，这是搭载了最新的 AI 功能的高阶 Vlog 机种。ZV-E1 的售价和 A7M4 一样，64,980元，但是却搭载了售价将近10万台币，甚至超过10万高阶全片幅相机才有的感光元件，就像是把超跑的引擎硬是把它塞进到平价小客车的车体里面。同时 ZV-E1 是 Sony 相机当中目前加入最多先进 AI 功能的机种，从此之后新推出来的相机搭配功能强大的 AI 运算功能会是成为新的常态。同时 ZV-E1 的重量跟体积也大幅度的缩小，它的重量只有483公克重，但是紧凑的机身也让散热变得更加的不容易。让我们开始说明 ZV-E1 的散热测试以及散热的解决方法。那在我手上的这一台 ZV-E1，如果是在室温25度C， 然后使用 4K 的解析度，每秒钟24帧的格式来进行录影，它是可以录长达3个小时而不会过热，应该是可以再录更长的时间以上，但是我没有继续往下测。而如果同样是在室温25度的情况之下，以 4K 60帧格式来进行录制，我自己的实际测试，它会在45分钟左右会因为过热而关机。那该怎么解决呢？去拿一个从淘宝到的相机散热风扇来给你看。这个是我最近从淘宝上面买到的相机散热风扇，它可以直接安装在 ZV-E1 的机身背后，也不止 ZV-E1， 只要是 Sony 的相机应该都可以尝试把它装上去。背后是用3片非常薄的魔鬼毡，所以它不会影响到萤幕合起来，萤幕还是可以正常的打开跟合起来。然后使用的时候本身是接 USB 的电源，所以你只要把它装上去，然后呢接上了普通 USB 的电源，它就可以使用了。我没有把它装好，等一下。好，这个是它装好的样子。那在装了这个风扇之后呢，我实际测试下来，它可以做到长达2个小时以上是不会过热的。我这次所选择的这个风扇，它有个特别的一点是，它会显示相机本身的温度以及周遭的室温。那我在测的时候，我发现如果相机本身的温度超过45度以上的话，那就会很容易因为过热而关机不能继续使用。但是只要你可以把相机机身背后的温度控制在45度以下，如果可以长期控制在45度以下，那理论上这台相机它是可以不会有时间上的限制的。而且如果你在录影的时候，你今天不是使用相机本身来录，而是使用 Type-C 接到你的电脑上，用电脑来录影，那理论上就是可以一直录下去。那如果你暂时买不到这个小风扇怎么办呢？其实我去我家附近的杂货店，其实有很多那一种小型的一样是用 Type-C 电源的小风扇。其实你如果使用小风扇对着相机的机身背后去吹，可能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因为所有的热都主要集中在机身的背后，所以只要把机身背后这一块的热给散掉，那其实就可以让它能够长时间进行拍摄。那 Sony 高阶款的像是 FX30 还有 FX3 的这种录影的电影机，它们都是有内建风扇的，所以如果想散热，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是在相机的背后加装一个散热风扇，这样就直接解决掉散热的问题。我们散热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要来讲，那要怎么样能够真正做到长时间的直播。这一次呢 ZV-E1 这台机器它终于支援了 4K 30帧的 Type-C 录制，它可以支援 4K 30帧，并且直接当作 Webcam 来使用。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有一个 Type-C 的传输线插上你的电脑上，你就可以使用这台相机来取代你平常在使用的镜头来进行录制。但是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陷阱，就是你所使用的 Type-C 的线，你不能够拿一般普通的 Type-C 充电线来使用。普通的线你只能够最高使用
720p 1280x720这样的解析度。而如果你真的想要达到 4K 的解析度来进行长时间的录制跟直播，那么你会需要购买 USB 3.2 超过 10GB 以上的高速传输线。那这种线它的价格会比普通的 Type-C 线再贵个2倍到3倍。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达到 4K， 你就需要这样的线。那我找一下我这边的这条线，这一条线是这个品牌叫做这个品牌是对，这是一个德国的品牌。那反正它的这条 Type-C 线，它最高可以支援 10GB、20GB 的传输速度，所以它能够足以去传输即时的 4K 30帧的影像。对，所以如果你想要达到高画质、超高画质 4K 解析度，并且是使用这种高阶的全片幅相机进行拍摄或直播的话，你会需要有 Type-C 充电线，以及为了避免长期录制，要确保它不会过热的相机的散热风扇，这样你就可以做到长时间录制而不会过热了。那如果是旧的机种，比如说你手上如果已经有 A7S3 或者是一些更早期的机种，如果你希望透过相机的镜头改善画质，并且长时间直播或者是录制的话，在直播这一块你会需要购买高速的 HDMI 传输线，一样不是普通的 HDMI 线，而是能够支持 8K 传输高速 HDMI 线。这种 HDMI 线一样，它会比普通的 HDMI 线会再来的贵上一些。但是如果你认真的想要使用相机改善画质，那这个线就是一个需要的投资。除此之外，你会需要买一个 HDMI 的影像截取卡，而且是比较高阶一点的，这样子才可以确保你用传统的相机，你透过 HDMI 线然后接到电脑上的时候，你才可以透过这个影像截取卡把影像截取到电脑上。直接插 HDMI 是没有用的，你一定会需要一张 HDMI 的影像截取卡，而且那一张 HDMI 影像截取卡的品质还不能够太差。那我这边我之前有找到2家，一间是 Penco， 这个是我记得是台湾做的，台湾自己做的，它有一个 4K 的 HDMI 的影像截取盒，还有说除了这个版本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是但是旧的，等一下我找一下，4K HDMI 截取卡，我记得是某某，我找一下我看一下啊，对了，就是这个是可以让一般的相机透过 HDMI 线，然后再转成 Type-C， 然后并且可以做到 4K 录制。但你要注意的是，你的相机的 HDMI 的接口，它又有分标准尺寸的 HDMI 以及迷你尺寸的 HDMI， 所以你可能会需要如果假设是迷你尺寸的话，你就需要买迷你尺寸的 HDMI， 一端是迷你 HDMI， 而另外一个是标准的，这样才有办法接上来。好，所以这样一来，不管是比较旧的机型，或者是新一代机型，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达到一个长时间的直播跟录制，不会宕机，不会过热了。那现在我们来聊聊 Vlog。ZV-E1呢，它大幅的减轻它的重量，为的就是希望你可以在出门录制 Vlog 以及出去旅游的时候可以更加的轻松。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虽然说它的机身已经大幅减轻重量，可是这种大型感光元件的全片幅相机，它的镜头的重量跟尺寸依旧是非常的惊人的。那我看 YouTube 上面的一些影片，它通常会推荐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一颗，这一颗是焦段为16到35，然后光圈是 f4 的一颗变焦镜头，它支援电动变焦，然后重量是353公克。那353公克再加上刚才 ZV-E1 的重量，加起来算一下，我们来算一下83加353 836公克。然后如果你再加上一个这种小手把把它装上去，总重量是可以控制在1公斤以下，但长时间用手去拿着1公斤的东西还是会觉得有点重的。所以有没有比这个镜头更轻巧的选择呢？那我这边推荐几个镜头。首先有一个镜头是我最近二手买到的，这一颗是韩国三洋所制造的 18mm f2.8 的镜头，它的重量只有145公克，而且因为它的焦段是 18mm， 是属于非常广角的镜头，所以非常适合拿来录制 Vlog 自拍，画面也足够广。所以因为它的重量只有145公克，于是你的总重量就会变成145加上483 628公克，这是目前我可以找得到就是市面上最轻巧的广角镜头。另外一个镜头则是之前曾经介绍过的，同样也是三洋，但这一颗是 35mm f2.8， 这一颗的重量只有86公克。那其实35mm 这个焦段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焦段，就是用它来拍人拍风景都还不错，对吧？所以如果真的很在乎重量的话，其实这两颗轻巧的三洋的定焦镜可以让你手上的重量大幅度的减少。当然现在手上这一颗1635的这颗电动变焦镜，它还是有它的优势，因为它是变焦镜，所以它的优点就是方便，你就是可以省去更换镜头的麻
麻烦。再来我们谈谈重量的另外一个因素是3轴稳定器。有时候我们在外面为了要可以取得稳定不会晃动的画面，绝大多数的无反相机或者说微单通常会需要再配上很沉重的3轴稳定器。一个3轴稳定器的重量可能会高达接近1公斤甚至更重。它虽然可以带来稳定的画质，但是它也带来了相对难以携带跟承受的重量。那以往 Sony 的防抖其实是跟其他的厂商相比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出色，但这一次 ZV-E1 它加上了一个新的动态裁切的功能，它牺牲掉并且裁切掉更大的画面的，但是它换取了更加稳定的画面。那有了这种动态的防抖之后，它其实一定程度上可能可以代替稳定器的部分的功能。它当然可能还是比不上真正直接上稳定器这么的稳，但如果你的运镜并不是激烈的奔跑，是平常比较缓慢的走路，那也许这样子的稳定功能就已经足够使用了。所以如果你很在意画质，那当然上稳定器可以得到不用裁切而且最为稳定的画面。但是如果你愿意牺牲一些画质跟画面的广度来换取出门携带的轻巧跟方便，那么 ZV-E1 就会是一个很不错的机型。那我们再和 A7S3 比较一下，因为这次 Sony 是把本来超过10万甚至接近10万的像 A7S3 或 FX3 这样子高阶的相机的感光元件把它下放到这一台 ZV-E1 来。那感光元件就像是一台汽车的引擎一样，你会需要感光元件来获取影像。那这种高阶相机的影像，它跟普通手机上最大的差别是在于它感光元件的大小。你可以看到这是这台相机的感光元件36mm 乘上24mm 3.6公分乘上2.4公分，这个大小远比一般手机的感光元件都再来的更大。而如此巨大的感光元件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能够带来干净而且纯净的画面，而且即使是在夜间晚上低光源的场景，依旧能够拍出相对干净的纯净的影像。好，这边有点离题了。好，我们先讲跟它的老大哥 A7S3 的比较。首先是可能是因为加上了 AI 晶片的关系，所以即使是使用相同型号的电池，这个是 A7S3 跟 ZV-E1 共用的电池，型号是 NPFZ100。即使是使用相同电池的情况， ZV-E1 会更加快速的消耗掉电量，这也很有可能是因为 ZV-E1 增加了 AI 晶片以及的关系。在第二点当然就是 ZV-E1 它更加的容易的过热，因为它的机身比较小一些，而且还听说它阉割掉了石墨散热的功能，以及它只支援单一一张的记忆卡。那记忆卡只有一张跟记忆卡2张最大的差异在于，如果今天你要录制的是绝对不能失败而且也绝对不能重来的严肃的场合，比如说婚礼录制，或者是你请了很重要的贵宾来进行一个访谈，那如果录完之后发现记忆卡没有录到，或者说记忆卡坏掉了，那你几乎不太可能再去重新录制了。在这种绝对不能有闪失的情况之下，双卡就变得很重要，因为你可以让相机同时把影像写入到2张记忆卡，所以即使其中一张记忆卡坏掉了，你至少还有另外一张记忆卡做备份。所以如果是专业而且严肃的拍摄，而且是长期拍摄，A7S3 或者是像更专业的 FX3 这样的机型可能还是更加的合适。那反过来问，有什么样的理由应该要选择 ZV-E1 呢？首先对我来说是 ZV-E1 新增的动态防抖。以往 A7S3 上面虽然已经有机器模式了，但是它的稳定程度其实距离上稳定器还是有一个相当程度的落差。那这一次 ZV-E1 上面所新增的动态积极防抖，虽然裁切比例比较大，可是它所带来的画面的稳定程度的确是大幅的提升。所以有了动态防抖，以我的使用场景，我可能就不需要再携带一台3轴稳定器，我可以节省接近1公斤的重量。再来是这台加了 AI 晶片的相机，它加入了大量的 AI 的功能，这可以大幅的节省你后置的麻烦。比如说你可以在相机里面就自动做到柔肤的效果，然后它上面内建3个方向麦克风，它也可以自动去根据环境去调整它要使用哪一个麦克风来收音。然后它里面有一个自动取景的功能，它可以自动的把画面中的人物永远保持在画面正中央的位置，所以只要你有个广角镜头，那它就可以透过自动裁切的方式自动跟随你的人的脸部，确保你的人物永远都是在画面的正中央。以及如果你录到一半，画面中有另外一个人进来，如果你希望每个人的脸都是清晰的，那 ZV-E1 它也可以自动去调整光圈，确保在画面当中每个人的脸都是清晰。而它的自动跟随的功能也可以做到类似云台的效果，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人物是讲师，他是会来回这样走动的，那它就可以做到自动跟随这个讲师的人脸还有身体自动去移动，所以它相当于内建的一个智能云台的功能。然后后置有时候为了避免让画面太无聊，所以有时候后置可能会让画面缓慢的 zoom in 或 zoom out，而这样的功能在
ZV-E1里面它都可以直接设定跟内建，这样一来后就可以大幅的节省后置的制作成本。而且这一次你也可以在这台 ZV-E1里面把一些 LUT 档，也就是调色的档案直接在相机里面进行调色，也就是说这台相机它可以协助你把很多你本来会需要在后置软体像是 Final Cut Pro 或 Premiere 等等的后置软体所需要进行的后置的功能，让你在相机里面就可以直接完成。这样做的好处是它可以大幅的节省你的后置的成本跟时间，因为这些事情虽然你的确是都可以在后置的时候都达到，但是相当的繁琐。再来是如果你对于高画质是有追求的人，但是你又希望可以尽量让器材轻量化，希望可以带得出门，那么 ZV-E1 就是专门为了这样子的追求的人所设计的。至少我一听到 ZV-E1 上市就决定赶快入手了。那另外一个则是对于低光源录影有需求的人。我当初之所以会进入到相机这个坑，是因为一开始我本来是用手机录影，我本来想说用手机就好了，但是品质非常的不 OK， 就是画面上很容易会有杂讯跟噪点，而且这些杂讯跟噪点是很难把它去掉的。而 ZV-E1 这台相机它所使用的感光元件，因为跟 A7S3 同款，这一块感光元件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可以在光源很少的夜晚依旧可以拍出干净而且清晰的画面，这个是 A7S3 的特长。那我后面会讲一些比较专业一点的知识，所以如果你觉得太专业，你可以跳过先直接去看结论。那我们现在想一下，为什么你所拍出来的画面会有满满的噪点？那这边要跟你介绍一个比较科学的东西，我尽量把它白话解释，叫做信号噪音比例。意思就是说你所收到的讯号跟你所收到的噪音的比值，如果你所收到的讯号越强而噪音越少，那当然你就可以得到相对干净的画面。而为了得到更清楚更好的讯号，你就会需要有充足而且足够的光。大的感光元件的优势就是它的感光元件上每一个像素的面积是很大的，所以它的每一个像素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光源，以得到更好清楚更好的讯号，让你得到更好的画面。且同时 A7S3 这感光元件它的像素仅只有1200万像素，那像素比较少，也就代表着同样大小的一块感光元件的面积上面，它的每一个单位的像素的面积会比其他高像素的感光元件再来更大。假设另外一款感光元件它是4800万像素，而且感光元件的面积是相同的，那在这种情况只有1200万像素的感光元件，它的单位像素的长跟宽都会再增大1倍，这可以让它能够比起4800万像素的感光元件相比，它的每个像素可以吸收到更多的光源，也因此可以得到更干净清楚的画面。所以像素高未必在低光源场景会有优势，虽然说可以透过所谓的超采样，比如说3300万像素 7K， 然后再把它超采样缩减成 4K 去获得更锐利的画质，但是在低光源场景这种相对低像素的感光元件它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好，所以低像素而且大的感光元件可以让你最大化的去提高你的信噪比，得到清楚的画面。而另外一个影响噪点的因素叫做 ISO。 先讲 ISO 是什么。 ISO 其实指的是感光元件对于光源的敏感程度。那所以你想象一下，你在一个光源很暗的场景，如果你希望相机可以拍到足够清楚的画面，那你就会不得不去提高相机对于光源的敏感程度。但是也就是所谓的 ISO， 可是这是会有副作用的，因为当你去提高 ISO 的同时，的确你对于光源的敏感程度提升了，但同时对于杂讯的敏感程度也跟着提升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比较暗的场景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把 ISO 拉高，你虽然会得到比较亮的画面，但同时它的噪点跟杂讯也会变得更加的明显。那一般来说，如果是全片幅的相机，当你的 ISO 拉到3200以上之后，你可能就会开始比较容易看到比较肉眼可见的噪点跟杂讯了。但是 A7S3 这一块感光元件它有个很特别，而且官方好像也没有正式承认的一个特异功能，就是这块感光元件它在 ISO 12800的时候可以得到非常非常清晰的画面。也就是说它的 ISO 其实是有2个档位的，但是如果你要希望可以在 ISO 12800就是这么夸张而且这么低光场景得到清晰可见的画面，你可能会需要使用相机当中一种很特殊的拍照模式，叫做 S-Log3。这 S-Log3 解释起来有点复杂，但是我尽量把它就我所知道的部分把它讲出来。首先你要先知道什么是动态范围。动态范围呢，就是一个相机里面最暗跟最亮的所能捕捉到的范围。越是高阶的相机通常都会标榜越宽广的动态范围，而 S-Log3 这种格式相对于标准的709，它可以让相机能够保存更宽广的动态范围。但是这种特殊格式它会经过处理，你才有办法还原成正常人眼
可以看到的颜色。如果你直接看由 S-Log3 所拍摄的素材，你会发觉画面看起来是灰灰的，你会需要经由一种它有 LUT 的动作，LUT 是指 LUT Lookup Table， 就是一种色彩的转换，将色彩还原成709标准色彩。那 S-Log3 它的2档的 ISO， 第一档是在640，而第二档也就是刚才所提到的12800，它可以让你在低光源场景得到非常清晰的画面。可是我们普通人平常在拍摄的时候，其实640这个数字其实有点高的，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在室内，也许可能640对你来说就已经是有点太过于明亮了。那如果今天你是录影的话，你可能会比较不能够去透过快门速度拉快来降低进光量，因为这样会影响到动态模糊的问题。所以这时候你有可能会需要有 ND 减光镜摆在镜头前面来降低收到的光，以避免 ISO 达到640有可能有时候会有过度曝光的问题。可是如果你也没有 ND 减光镜，那怎么办呢？你可以使用 S-Cinetone。S-Cinetone 呢，是一种比较方便的格式，它一样给你电影机的色彩，但是它的第一档原生 ISO 是在100，然后它的第二档只是在2000。因此，如果就平常拍摄方便，然后你也不想要再花费时间去进行后置跟调色，你希望拍摄到的影片就可以直接拿来使用，那么选择 S-Cinetone 就会是一个很务实的选项。那这台 ZV-E1 它一样跟 A7S3 一样，它都有 S-Cinetone 可以使用。那这也是一个之前我比较容易误解的地方，就是使用 S-Cinetone 拍摄虽然方便，可是你要记得它的第二档原生 ISO 是在2000，而不是12800。如果你希望用12800拍摄，并且获得在低光源的时候的纯净画面，你还是得把拍摄的模式切回到 S-Log3 这样的模式，这样你才有办法真正去享受到12800的这个高感。那刚才讲这一整段其实就是有点技术，有点难，然后可能我讲的也不见得是对的，因为毕竟这些知识很多是过去去看别的摄影师的 YouTube 频道，所以如果里面内容有错，那我会在底下的留言直接去更正它。好，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心得。首先 ZV-E1 这台相机，它是目前在 Sony 的产品线里面拥有最先进的 AI 晶片以及各种先进的 AI 功能的 Vlog 相机，可能是你目前可以买到市场上最为高阶的 Vlog 相机了。但是如果你希望可以使用它也能够长期进行直播，那么你会需要去购买相机的散热风扇以及高阶的 USB Type-C 传输线，才能够帮助你达到这个目的。而如果你是使用比较旧的机型，你则需要去购买高速的 HDMI 传输线以及 HDMI 影像截取卡，你才有办法使用相机的镜头来做直播。而如果你希望带出门的时候，把相机带出门的时候能够拿在手上更加的轻量，那你会需要考虑比较轻量的镜头，比如说像这一颗三洋的 18mm f2.8。ZV-E1 因为新增了动态防抖，所以如果你不是要非常激烈的奔跑的那种情况，普通的走路，也许你可能已经不再需要携带3轴稳定器，这可以大幅的节省你的负担跟重量，你的重量负担。而如果你今天要拍摄的是专业，保证不能失败，绝对不能有所闪失的场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还是会需要使用到像 A7S3 这种，或者是 FX3 或是 FX30 这种支援双卡槽的机器，你确保你的拍摄的内容不会失败。那所以到底 ZV-E1 适合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它是适合你是对于画面有所追求，但是你又不想要太多时间去钻研一些专业的相机设定的人，那么这一台 ZV-E1 就会非常的适合你。好的，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那安安。